好，从这个单元开始，我们要来跟大家一系列的介绍一些很重要的社会认知的这些相关的议题。那社会认知也是在社会心理学的领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研究的这个研究领域哈。那社会认知顾名思义，它是指的我们处在这个社会情境的时候哈。那么我们怎么样主观的去解释我们的社会的经验哈？我们跟别人的互动啦，我们对别人的印象啦，别人的行为啦，别人的思维，还有我们在解释这些社会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借由什么样的一种思考的模式来了解我们周遭的社会世界哈？那我们讲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其实社会心理学家大概整理出来说，我们在社会情境中有主要的2种的思维或者思考的模式哈。我们把它称之为系统1跟系统2的思考模式。那系统1的这个思考模式它是一种比较自动自发，几乎是非常快速的根据过去的经验然后你都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刻意的去做这个事情这是系统1很快速自动完成，没有去刻意的去做太多深入的思考的那系统2就是相反了是比较刻意的，然后仔细的投入更多的心智的资源让我们非常有意识的知道说自己怎么在思考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社会的情境，以及所接受的社会的这个经验那首先我们就要先从这个系统1的很具有代表性的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把它称之为刻板印象英文称之为 stereotypes 那刻板印象它是一种利用过去的累积的这个知识或者这个讯息，一种快速的把周遭的人或者事物作为一种分类，作为一种处理的这样子一个历程所以刻板印象一开始它会带你进入一种自动化的评估你过去的知识可能有一些线索把它启动起来它会自动化的评估，然后我们对这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非常快速自动化的这个评估可是会对于所谓接收到的这个讯息可能会产生一些并不完全正确的比较 bias 英文称之为偏差的知觉。那这个偏差知觉其实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代表是一种错误，但是说因为你受到过去经验或者知识的或者刻板印象的影响它就会朝某一个方向去处理接收到的讯息。然后因为你这个有这个 bias 的这些 perception 它同样就会可能造成你的 bias 的 memory 对某些记忆的讯息就特别的容易提取，特别的容易关联到或者被激发起来那么你在推论跟解释的方式上面也会受到你这个所谓稍有偏误的方式去解释或者推论你周遭的这个讯息那么这是在我们说，当你有刻板印象被启动了或被激发起来的时候，它可能在认知我们思维的层次上造成的一些的效果那么在这些认知的效果之后呢，接下来你就看到它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包括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很自动化的情绪的表达你可能喜欢这个东西或者不喜欢这个东西，很快的就会展现出来，或者说你会有一些自动化的行为的倾向。你想要去接受这个人或者不接受这个人，想要亲近这个人或者不亲近这个人那甚至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英文称之为 self-fulfilling prophecy。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等一下呢我们会再来跟大家做更进一步的这个说明跟讨论那这些行为的效果大概都是我们可以期待当刻板印象被启动的时候会产生的行为的效果。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只能够依赖刻板印象来认识周遭的人如果它都会带来一些偏差的知觉、偏差的记忆，甚至这个推论跟解释的话，可能它所导致的行为也不见得都会是非常正向的所以我们希望是说能够理解这个刻板印象产生的影响几乎难以避免，但是我们也要能够提醒自己，如果你真的要认识对方的话，要想办法去除或者是排除这种刻板印象的影响，而真正的认识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我们称之为一个个人化这个 individuation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几个议题呢，我们都会陆续的来接下来跟大家做一些讨论
那这种刻板印象的这个形成或者会被启动我们把它再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这个说法，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基模或者基模式的这个处理那这个字眼 schema 或者 schematic processing， 大家也不用觉得太害怕或者太抽象，它指的就是我们对人事物的过去的信念或者这个知识，它累积的多时之后，它自然会有一些这个组织的方式。那这些组织方式都已经存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在我们的记忆库里面，它随时被启动的时候，就有机会由上而下来影响我们处理当下所遇到的这个讯息跟这个事情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刻板印象，可以说就是这种基模或者基模式的讯息处理的它的一种产物我们说它是一个对人的一种分类或者一种 subtype 一种更次的这个分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刻板印象那我们除了对周遭的人事会可能有这些刻板印象之外那么我们对自己也可能会有所谓的自我的基模那当然是你根据自己的经验，如果经常有机会观察或者是反省，也会累积这些信念、这些观察、这些知识那么形成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模。有一些研究会显示说，这种基模式的这个处理，或者是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也算是一种基模式的这个处理，它经常可以在很瞬间、很短暂的时间，只要有一些讯息跟这个基模相符合，或者跟这个刻板印象相符合，就可能把它启动，然后造成一些不管是思维的层次、认知的层次，或是行为层次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这样的实验是这样子做的那么它是让这些受试者去想象只是用想象的方式那这个想象当然就是诉求说，你过去可能有过一些这个经验或者一些这个信念就是说你想象你自己是一个大学的这个教授这样的一种身份那当然，大概我们跟大学教授通常我们的刻板印象就是说，大学教授通常都是比较有见解，他的知识的丰富经验的丰富等等那或者说你想象你是一个喜欢足球，有点过分投入这个足球，我们称之为足球迷但这个足球迷是英文把它称之为这个 soccer hooligan， 所以他要你想象的就是说你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很有见解，很有知识，或者是一个观赏这个足球赛，然后你是非常热情甚至有点盲目的这个足球迷那么你想象了2分钟或者是5分钟这样子不同的这个角色，其目的就是在启动教授或者是足球流氓的这个刻板印象，然后再让你从事一些智力的这个测验，结果就很明显的，当你是想象教授的身份的时候，你在这个智力测验上的机智问答的表现远远的要好过怎么样？当你在想象自己是一个疯狂的足球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用一些线索去启动既有的刻板印象的时候，它可能对我们的认知的层次，以及对我们在行为层次上面的这些表现的影响另外有一些这个神经造影的这个研究也会发现，当我们看到这个跟我们不同的这个所谓种族的人的这个影像的时候，尤其比如说看到黑人的影像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对于这个不熟悉的这个族群我们的杏仁核它通常是代表一种负面的情绪，有的时候是恐惧，有的时候是焦虑，这些情绪会起来。那如果是黑人看到黑人影片，虽然他是一开始看到是陌生的这个照片，他的杏仁核会起来，但是过一段时间了，他慢慢就会下降。为什么？因为这个还是是跟我是同一个族群。但是如果是白人看到黑人的影片，他从一开始那个刻板印象就会让他焦虑起来，就会害怕起来，然后一直会持续的下去这是这样的一个差异。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就是所谓的初始的这个效应。初始效应是说，假设我给你有关于一个人物的这个描述然后我在这个讯息的安排上，我有2段文字那这2段文字呢，一段是可能代表说他是一个比较活泼非常开朗这个外向的人，另外一段文字呢，相对的他似乎是一个比较内向害羞的人。那我把这2段文字我先呈现哪一段给你那其实会相当程度的影响你对他形成的这个印象。如果先呈现的是一个
外向活泼的这个人，那你可能对他整个的印象会是一个非常正向外向的这个人。但是我如果一开始呈现的就是一个内向害羞的人，那整个的这个最后的形象哈，你念完这些文字之后，你对他的印象保留的就是一个比较内向、比较害羞的这个人哈。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初始的效应，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讲到第一印象的这个重要性，或者是它的这个影响力哈。所以很多时候一开始跟他人接触所产生的印象，不管是我们对别人的印象，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印象，都有可能影响接下来对方怎么样看待我们，或者是我们怎么样看待对方。好，所以这个是初始效应的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另外还有一些有趣的研究是说，有一些我们描述人格特质的词汇它特别具有一种组织影响的这个能力，可能会远远的超过其他的这些我们对个性的一些形容词譬如说在这个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Solomon Asch 这个很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他就做过一个这样的经典的实验他给这个受试者看一堆有关一个人的形容词，那这里面的形容词他做了2组，这2组几乎都完全一样，其中只有一个关键的字眼不一样，一个就是英文的所谓的 warm 我们讲说温暖的现在我们常常形容这个男性有一些温暖的个性，我们称为暖男这样的 warm。那另外它就是同样的这些词汇，可是他把这个 warm 这个字呢替换成 cold 冷酷这个字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我们说有一个人非常的聪明能力很强，然后非常的勤奋，非常的温暖，很有决心，很务实，很谨慎。好，大家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人是什么样？那同样的我们在说这个人很聪明，很有能力，很勤奋，可是很冷酷，很有决心，很务实，很谨慎。大家想想看，你脑中形成的这样的人的印象，是不是就会因为刚才讲的这个温暖跟这个冷酷而有非常大的这个改变所以这个就是说有一些人格的特质的形容词，它特别的容易在这个刻板印象产生的一些影响，来组织我们对其他的词汇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指的是说我们因为有一些线索启动了这些刻板印象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刻板的印象来跟对方来互动所以本来对方可能不见得是你刻板印象所形容或所想象的那个人，可是因为你有了这样的刻板印象，然后跟他互动的方式就是依据这个刻板印象来互动，可能就会诱发对方怎么样做出符合你的刻板印象的行为，所以这样子就好像互相的印证，你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而他也就有这样的行为。但是要记住，这些行为可能是根据你的刻板印象而有意无意之间把它诱发出来，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说，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人当你说他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很可能就代表了由于刻板印象所造成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这个都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的刻板印象不但是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还有或是对我们自己所属的团体呢，也会有刻板印象。比如说我的身份我是男生还是女生，或者是我的工作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所属的团体也会有这个刻板印象。我自己所属的这个团体刻板的印象，有的时候会产生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刻板印象的威胁叫做 stereotype threat。这个指的是说，一旦这个刻板印象被启动，它可能会影响我自己的表现比如说在国外的研究经常会看到说，男生跟女生在数学的表现上面是有一定的这个落差。那女生通常会觉得自己就是因为属于女性，所以这个数学就是不好，好像这个刻板印象非常的根深蒂固。所以如果我们把男生跟女生的受试者放在一个要测试数学能力的情境的时候，那女生通常会怎么样？因为看到当场也有些其他的这个男生，然后这里是所谓女生，所以这种所谓女生的数学能力会比较差，表现会比较不好的这样的刻板印象被启动的时候，
他就会转化成一种对自己表现上的这个担心跟焦虑，进而真正的就影响到他的数学的表现哈。所以这跟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也有点近似的地方，但这是属于自己的所属的团体的刻板印象，那么被启动之后产生了威胁甚至造成一个比较不好的表现的自我实现预言的这个结果。